女士，方便将您刚才说过的话再复述一遍吗？可以的，但是请你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尤其是我的丈夫，还有我的女儿。我理解，那下面可以开始了吗？这一切都要从一个电话说起。电话是我妹妹打来的，时间是3天前的夜里。她当时的状态很奇怪，牙齿打颤，声音好像是从喉咙里一点点的挤出来的。我问她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她没有回答我，只是在不停的重复着说她最近做了一个梦。梦？对，是梦。她说最近常梦到自己在夜里就醒过来了，然后离开床，从居住的阁楼沿着楼梯往下走，最后就停在地下室的门前。很真实，特别真实，真实的不像是一个梦。可您的妹妹依旧用梦来形容她，为什么？因为她家里根本就没有地下室。更可怕的是，在面对那扇陌生的门的时候，她居然有种想要打开的冲动。结果呢？她失踪了，就在给我打电话的那天夜里。所以您今天找到我是想？杨医生。您说。我也梦到了一扇门，就在昨天。关掉录音笔，江城拿起刚才警察送来的寻人启事。胡燕失踪了，而且就在昨天找我做完心理咨询后。难道真是与他所说的梦有关？想着想着，江城就这样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江城突然张飞眼。怎么回事？身体怎么自己动起来了？就是这么一气，江城宛若行尸走肉般朝着卧室门走去，然后沿着木质楼梯一步步走下楼。可是夜色，原本熟悉的环境也变得陌生起来。随着最后一只脚落下，他看到面前伫立着一扇门，一扇纯黑色的嵌在墙壁里的门。当他恢复意识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出现在了一个汽车站附近，没有车，也没有工作人员，只有大概4、5个貌似旅客的人。江城缓缓地向站台走去，在站台的几人都看向他。是新人吗？别问蠢问题。有意思的新人出现在这里，居然这么平静。这是哪里？我们称呼它为梦界，因为每一位来访者都是从梦中通过一扇本不存在的黑色铁门来到这里。我们需要做什么？根据出现的场景找出线索，完成任务，然后尽力活下去。任务结束后就能回到现实世界。壮汉点头，同时事件开向雨幕。雨有越下越大的趋势，整个世界弥漫着灰暗的色调，天也渐渐暗了下来。新人在这个世界死亡，就会在现实世界中被抹除，你不害怕吗？准确来说是失踪。女人饶有兴致地上下打量着江城。同样是新人，你比这个只知道哭的废物强得多。如果你能活过这次的话，希望不介意交个朋友。江城直接无视了他，转而看向壮汉。你在等人？你怎么知道？我还知道你等的那个人是个胖子。新人，我对你越来越感兴趣了。确实还有人没来，所以任务才迟迟未开启。但我想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江城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走到壮汉身侧。喂，这里很安全，出来吧，就等你了。话音刚落，雨幕中蹭地窜起了一个人。鬼！旅客，真是不好意思，看来今天的旅程是泡汤了。要不这样吧，我知道那面林子里有一栋别墅，你们可以先去那里避雨，等我们找到车就会来接你们。就这样，众人不得不走在泥泞的路上，前往正导所说的别墅。几人走了大概半小时，面前终于出现了一栋3层别墅。别墅被层层密林所掩盖，不走到很近的距离极难发现。这里面能住人吗？不愿意住，可以待在外面。江城看着壮汉的背影，壮汉的情绪似乎在变差，所有人都能听出来，清纯女只是在发牢骚，而江城却从2人的牢骚与不满中嗅到了恐惧的味道。看什么呢，大兄弟，快过去啊！进入别墅，一个与外面并不相符的客厅出现在眼前。这里已经很长时间没人居住了，
先四处看看，大家一起走，不要分开。众人来到餐厅，发现冰箱里还有大量的食物，看着很新鲜，就像是刚放进去一样。看来至少我们不会被饿死，也不会渴死。一阵观察之后，众人已经大致清楚了别墅的布局。居住的地方在2楼，不过众人奇怪的是，2楼的尽头的一个房间和去往3楼的铁门都被锁上了。好了，现在咱们分配一下分工，开始行动吧。在壮汉提议下，众人开始行动起来，而江城3人却被分配到了做饭的任务。出乎江城意料的是，胖子这样一个宅男模样小混子，居然烧地鼠好菜。饭桌让大家都沉默不语，而外面的天也彻底黑了下来。现在还不清楚这次门的任务，大家晚上都要谨慎点。这样吧，大家今晚都住在客厅。谁要和你们这些糙汉子住在一起？我要住在2楼。兴许上面有线索。2人不欢而散。清纯女和南文媛也选择和他一起。在上楼梯的时候，南文媛又怯生生地看了一眼壮汉，看样子壮汉那2耳光给他留下了很大的心理阴影啊。就这样，壮汉、中年秃顶男、江城、胖子留在客厅过夜，另3人去了楼上卧室。蠢货！壮汉望着几人离开的背影，低声骂了一句，然后拿出了一个怀表。现在大概是晚上10点，6点天亮，一共8个小时。我们这有4个人，每人守2个小时，这样所有人都能有充足的时间休息，也能避免危险。众人没说话，全都默认了壮汉的提议。而此时众人发现胖子以一种奇怪的眼神盯着桌子上的怀表。不用看了，时间不准确，所有带进梦界的钟表时间都会被打乱。它现在唯一的作用就是计时。睡觉之前，你们还有什么疑问说出来，我一并解答。你既然已经从梦界中逃离，为什么还会回来？梦界只有0次与无数次，只要你曾开启过那扇门，它就会永远陪着你，直到你死。对了，梦界的全称是噩梦结界。结界？没错，它就像是隔绝现实与虚幻的一堵结界墙。无论你在梦界中受多重的伤，只要还有一口气，任务结束后都会完好无损地回到现实。就在这时，一直未说话的秃顶男人突然开了口：那怎么才能彻底的脱离这个噩梦结界？别问这种愚蠢的问题，你不是新人，应该明白这个问题是个无解的问题。中年人显得脸色非常难看，阴沉着脸不再说话。现在应该是2006年3月末到9月中的某一天。壮汉愣了，同时愣住的还有已经低下头的中年人。胖子也一脸狐疑地盯着江城，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你怎么知道？江城拿出来一个面包，指着上面的一行小字，生产日期2006年3月18号，保质期6个月。口感不错，考虑到是保存在冰箱里这样的环境下，我想推测的日期还可能进一步提前。很不错的想法。谁在那？是我。听到是胖子的声音，中年人彻底放下心来。下次来的时候说个话，不要突然出现在我身后。就在这时，突然涌出一股凉意，刚才说话的胖子不见了。出事了，走去看看。卫生间门口，江城和络腮胡子2人注视着里面，而胖子坐在地上，似乎看见了什么恐怖的事。他是被巨力突然扭断了脖子，而且死前还受到了剧烈的惊吓。死亡时间大概在3小时之内，大概在凌晨2点到5点间。你怎么能确定时间？壮汉瞥了眼清纯女，将4人安排守夜的时间及顺序告诉了他。江城的下一班就是中年男人，而下班的胖子是被尿憋醒的。去放水的时候，发现了死掉的中年男人。通过几人的谈话，江城清楚了在这个世界的规则。在这里，一般不存在无缘无故被杀掉的情况。被杀掉的人一定是触碰到了某些禁忌，而所谓的禁忌极可能是破解任务的关键线索。那个，他究竟做了什么我们没做过的事情？会不会是因为他去了1层的卫生间，那里就是这个任务中隐藏的忌讳，去过的都要死？不会吧，我可是也去过卫生间，就在昨天搜索客厅的时候。那你可要小心了，虽然你脖子粗，可用力掰应该还是能掰断的。
小哥，你可别吓我啊，我胆小。也许只是分先后呢。你应该明白，鬼极少会在短时间内接连杀人。果然有那些东西吗？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世界需要对抗的东西不是人，是鬼。南文元吓得面无血色，切实声的问道，但是根本没人愿意理他。既然有人死，那么就说明这间别墅才是我们的目的地。所谓的旅途是不存在的，那辆车的出现只是为了将我们送到这里。被锁住了，看来这里就是任务地点没错了。未完成任务，我们无法离开。既然已经确定了任务地点，那大家散开找线索吧。现在天已经亮了，相对会安全一些。一番搜索过后，众人汇合在了壁炉前。这是我们在库房找到的，是血。就在一摞木柴后，我在附近还捡到了这个。你们有什么发现？你们跟我来看看吧。跟着壮汉，众人来到了一个门旁边，上面有着一个非常隐秘的蓝色按钮。居然把一个鞋柜做得这么隐秘。这2双鞋应该属于同一个人。目前来看，这间别墅曾住着一个4口之家，男主人、女主人以及一个女孩与一个男孩，这也能与2层卧室的分配相对应。这家人的家庭氛围不大融洽。我们在垃圾桶里找到了许多打碎的餐盘和杯子，一些上面还有血迹，还有楼梯扶手上还有一些痕迹，我们分析可能是指甲留下的抓痕。这是条无法忽视的线索。几人来到楼梯，没错，是抓痕。4口之家，家庭氛围差，打碎的餐具，抓痕，被囚禁的年轻女孩，随便怎么组合，都像是能指出一宗家庭悲剧。那我们接下来需要做什么？救出这个可怜的女孩吗？无论这里发生过什么，都属于过去，我们无力改变过去，我们能做的就是找出真相，然后结束任务。可我们不是已经推理出真相了吗？推出个屁！女孩是如何被虐待的？都有谁参与了虐待？女孩现在是死是活？这些都不知道，怎么结束任务？壮汉吼了一嗓子，南门员吓得不敢吱声。等一下，1楼的卫生间我们还没有调查，那里可能有线索。听到这句话，大雄的脸色都变得凝重，毕竟已经有人死在了那里。说得好，进入卫生间就会触碰到导致死亡的忌讳。他说的对，那里很可能藏着线索，虽然要冒一些风险，但不破解掉任务，大家都得死。那谁去？都谁去过卫生间？从里面选个人去吧，毕竟这可能触发了死亡禁忌。那总不能大家一起进去吧？里面空间太小，进去太多人，一旦遇到什么事也施展不开。公平起见，我们抽签吧。一番准备后，江城拿出几根木棍，抽到短棍的人进去，没问题吧？这个方法肯定是没问题，只是怎么只有5根木棍？现在可是有6个人。因为我不抽啊。你凭什么不抽？因为我没去过卫生间啊。你来这都1天1夜了，又喝了那么多水，怎么可能不上卫生间？你就是想耍赖，就让他一个人进去好了。看着面色不善的几人，江城缓缓地抬起了手，众人顺着江城手指的方向看去。这是新鲜的黄茶，刚过夜。你真特么是个小机灵鬼。抽签过后，壮汉和南文元成为了幸运儿。尸体不见了，应该是被他清理了。搜索进行的十分有效率，大概5分钟不到，2人就出来了。我在卫生间里找到的，昨天还没有。壮汉很谨慎，甚至没有用手触摸头发，头发很长，看着就知道是女人的。会不会是那个受虐待的女孩的？女孩是受尽虐待死的，怨气不消，化作了厉鬼，凌晨杀死中年男人的就是她。很有可能，不过我们还需要一些证据。饭后，几人似是放松地聊起了天，做起了自我介绍，而外面的天也渐渐黑了下来。先去睡觉吧。他的提议很快得到响应。由于中年男人不明不白死在了1层，所以今晚大家决定都是在2层。有人分成2组，分别选择男孩的卧室和主卧室，而男文员谢宇想和2个女生住在一间卧室，却被拒绝了。走廊里顿时只剩下谢宇一人。是我，快开门啊！你之前不是要把我一个人扔进卫生间吗？你自己去隔壁住吧。对不起，是我错了，我不该那么说的，求你原谅我。哼，记住你说的话，下次不要嘴贱了。江城打开门，示意男文员进来。你去睡床。我睡床。这是一间单人卧室，床也是普通的单人床，多的2个人只能打地铺。胖子，你留下来和我守夜，你守3小时之后我来。那个，需要我做什么吗？需要你闭嘴。怎么了？
看见樊丽的表现，陈小萌和暖姐瞬间闭嘴，空气仿佛凝固了一样。大概过了1分钟，一股轻微的开门声响了起来，接着走廊里便传来慢腾腾的脚步声。门外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如果进来的话会怎样？别叫，是我。女鬼走后，主卧室的几人来到了江城所在的房间。就你们俩，看来是那个胆小鬼被拖走了。没错，我看见那个女鬼去到床边，然后将谢雨和被子一起拖走了。她走的时候好像还在对着我们笑。呀，看来他知道你们在卫生间。那你有看清他长什么样吗？胖子猛摇头，就像是拨浪鼓一样。是那个女孩。什么？我说那只鬼是4口之家的那个女孩。你怎么知道？看见诧异的樊丽，江城缓缓地说出来他的理由。那只鬼穿着双女人的高跟鞋，我在鞋柜见过。看来我们之前的推理没有错，是别墅里的其他家庭成员虐待女孩，最后杀死了她，而现在她回来复仇了。她的死和我们又没有关系，她找我们做什么？你是要和鬼讲道理吗？好了，都少说2句，我准备去女鬼消失那里看看，你们谁跟我一起去？商议过后，5人还是决定一起去探查那个上锁的房间，毕竟分开只会更危险。而且按照樊丽与暖姐所说，梦界中的鬼极少会在短时间内接连杀人。门后是一间不大的房间，因为没有窗，所以只能凭借走廊中映出的光亮才能看清一点点。看样子是被活活虐死的。我擦，这实在是太可怕了吧！不是，他身上的伤痕十分规整，并没有挣扎留下的扭曲痕迹，也就是说，他在遭受虐待时就已经没有意识了。我想他是先被吓死的，然后被鬼拖到这里虐打。便是，我想是这样的。兄弟，你要不要这么淡定啊？要不是我和你在一起，就冲你这反应，我都怀疑这事是你干的。江城没有理会胖子，反而指向了南乐园的鞋。这双鞋不对，不是他之前穿的那双。众人顺着江城手指的方向看去，江城将南门员脚上的鞋脱下，却发现里面还有一双扭曲的不成样子的鞋，而且南门员的脚也已经完全变形。看看吧，确实不是谢雨的鞋。这看着像是4口之家里男孩的鞋，可是鞋码却与鞋柜里的相差很多。会不会鞋柜里那双是男孩成长过程中曾穿过的鞋，而这双是他长大后的？有可能，但我认为可能性不大。我们已经搜索过整间别墅，你们谁还见过类似尺码的鞋？听到这话，樊丽好像想到了什么，转身向门外走去。大家都跟了过去。胖子和江城在队伍最后，在路过男孩卧室时，胖子被江城拉着进了卧室。是不是发现这间别墅里不仅有2个男孩，还有2个女孩？樊丽顿时一颤，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别说没用的，先说你们发现了什么。樊丽伸出手，将手上的2只鞋递了出去。左边这双鞋鞋底外侧磨损严重，而右边这双磨损点却集中在内侧。鞋底磨损与走路姿势有关，而且这种习惯一旦养成几乎不可能修正，所以这是2个人的鞋。这间别墅里有2个女孩。可为什么2层只有1间女孩的卧室，而且卧室里还只有1张单人床？楼上的2间小卧室里住的都是女孩，自然是1人1张单人床。你什么意思？这是我在我们那间卧室找到的，尺码偏小，你可以和休闲鞋比较一下。只凭1双拖鞋就说那间屋子里住的是个女孩，是不是太牵强了？或许这双拖鞋是女孩遗忘在男孩卧室里的也说不定，而且看那间卧室里的布置，怎么看都应该住的是男孩。江城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包东西，递给提出疑问的陈小萌。但男人卧室里可不会用到这种东西。后者接过后眉头上挑，是一包拆开了的卫生巾。我在卧室抽屉里找到的，不止1包。这么说，楼上2间卧室里住的都是女孩，而且其中1个的性格习惯更偏向于男性。目前来看是这样的。那另2个男孩住在哪里？这间别墅里我们只找到了3间卧室，会不会是在3层？那里我们还没有去过。应该不会，来的时候我观察过，3层应该是1间暗房。所以这2个男孩不是这个家庭的成员，而是外来者。应该说是入侵者。而且这也不是2个男孩，是2个成年男人。闻言，陈小萌的身体狠狠地哆嗦了一下。的确，
在这2个人是男女主人的孩子这一假设被推翻后，单从留下的2双鞋来看，一双与江城尺码接近，而另一双甚至比樊丽的尺码还要大。当我第一眼看到这双鞋的时候，我就感觉很奇怪，它太廉价了，又十分破旧，明显与鞋柜里的其他鞋不搭。客厅里一时间陷入沉默，之前的思路被推翻，故事的走向也从一宗较为直白的家庭惨剧变为了额头入侵。所以说是有2个男人闯入了这间别墅，先解决掉男女主人，然后囚禁了他们的2个女儿，最后杀死了他们。还记得女鬼走过后留下的水渍吗？还有一层卫生间留下的女人头发，那只鬼很可能就是在卫生间中溺死的。至于谢宇的状况，明显是来自女鬼的报复，因为他将谢宇想象成了当初对他施虐的人。几人在分析案件真相的这段时间内，天已经亮了，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江城已经察觉到这个世界的诡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察觉，这的天越来越短了，最多再经过2个晚上，这个世界的白天就会彻底消失。众人又陷入了沉默。随着白天逐渐消失，别墅里的鬼的限制会越来越少，而他们也会越来越危险。随着时间越来越紧迫，5人还是决定继续搜索别墅，而这次终于在主卧室里有了发现。我记得这张照片早上还没有，这面墙是空白的。暖姐则表现得比较平静，像是司空见惯一般。应该是我们找到了一些正确的线索，然后触发了下一阶段的剧情。接下来几人又在发现谢宇尸体的房间里找到了一把钳子和一个圆形铁盒。胖子拿起铁盒晃了晃，里面传出哗啦哗啦的声音。什么东西？就在胖子要拧开盒子时，江城一把拽住了他，并且眼睛紧盯着那把钳子，脸色渐渐变得古怪。怎么了？没什么，我突然想到卧室里可能还有一些线索，我先过去看看。就在江城离开后，胖子缓缓地打开了盒子，果然是牙齿。樊丽和暖姐像是也早就猜到了盒子里的东西，所以脸上也没有多惊讶的表情。倒是陈小萌脸色惨白，浑身不住的打颤。哼，男人果然没一个好东西，都是禽兽。你看我做什么？附近没有什么线索了，我提议去3楼那扇门后看看。别了，天快黑了，夜里去探索未知的区域并不是明智的选择。大兄弟，你来我们房里睡吧。不必了，你们睡你们的，我去楼下睡。兄弟，我们晚上不会还住在这里吧？当然不会，我一会去书房。我也去。大概10分钟，窗外彻底黑了下来。江城和胖子2人也来到了书房。别开灯，你是生怕鬼找不到你。好了，不要哭了，你应该也能看出来，这间别墅里的鬼针对的都是男人。赶走樊丽后，我们就安全了。那剩下的3个人岂不是很危险？别说傻话了，在任务中能保全自己就不错了，哪里还管得了别人？说着，暖姐看了一眼门的位置，脸色变得难看。而且在梦界中，你要小心的不只是鬼，还有你身边的人。人？没错，他们有时候比鬼更可怕。死散吧，任务马上会结束，鬼只会越来越疯狂。你以为把我赶出来你就会安全？今夜是一定会出事的，但一定不是我。小哥，你说我们躲在这里，鬼不会知道吧？不知道。那就好。我说我不知道，什么那就好？说真的，兄弟，我觉得你不是一般人。昨天那只鬼出来后，我都吓傻了。你居然还能记得他脚上穿的是什么鞋？你肯定不是模特，你是警察，对不对？你觉得我是警察，你就能活下去？还是我掏出警官正鬼就能不杀咱俩？胖子刚燃起的希望又被浇灭了。所以说我们是死定了是吗？蒋成高要说话，胖子就摆手打断了他。我猜你又要说死的只是我，不是我们，对不对？学精了，小胖。不过你也不用那么悲观，说不定还有转机呢。就在胖子抬起头，还想再继续说些什么的时候，蒋成忽然对他比了一个噤声的动作。兄弟，你不会在这等鬼呢吧？别说话，在这等着，我出去看看。Will，还是一起吧。谁？是我，好帅。你来做什么？我想樊丽已经出事了。你怎么知道？进去说，这里不安全。话音刚落，江城突然注意到了暖姐的脚。快进来啊，磨蹭什么呢？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东西忘在了房间里，等我回去拿一下。说完，没等暖姐反应，他就一只手扶着胖子，朝着走廊另一侧走去。你发现什么了？江城示意他先别说话，然后靠近走廊墙壁处，像是在听什么。那个暖姐不对劲。哪里不对劲？她脚上穿的是双拖鞋。
拖鞋。我进门时无意间发现的。这间别墅里有多危险，我们都知道，随时可能要面临厉鬼的追杀。他怎么可能脱下自己的鞋，换上一双行动不便的拖鞋？所以你的意思是刚才的暖姐是鬼？恐怕是这样。那真的暖姐，还有屋子里那个叫陈小萌的女孩岂不是？好了，我们去客厅。二人来到客厅，却发现本应该在壁炉旁的樊丽不见了。会不会是他也出事了？出来吧，我们是人，不是鬼。话音刚落，就有一道强壮的身影从沙发后站了起来，手中一柄尖刀反射着寒光，正是樊丽。你们怎么下来了？另外2个人呢？他们出事了。接着，胖子语速很快地将刚才的遭遇和樊丽说了一遍。按照你这么说，他们恐怕是凶多吉少了。何止是凶多吉少，只求他们死的不要像谢宇那么难看就已经不错了。还是休息一会吧，我先守夜，2个小时后我叫醒你们。醒了。天亮了，我们是不是该去楼上看看了？不着急，等天全部亮了再说。待几人准备好了在厨房寻找到的武器，天已经大亮。几人来到昨夜出事的主卧室，意料中的恐怖场景并没有出现，反而异常整洁。人流。几人紧忙对整个别墅进行了检查，可是却一无所获。阮姐和陈小萌就仿佛凭空消失了一样。你说存不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他们2个人没有死，而且已经成功离开了这里。可能性很小，但不排除这个可能。如果这样说的话，那么昨晚我们遇到的那只鬼怎么解释？二人沉默了。照常理来说，那只鬼变成暖姐的模样，而且出现在主卧室，那么说明主卧室的2人应该已经遭遇了。而昨夜走廊里也并没有异常的脚步声，所以要么是2人已经被鬼杀死，只不过尸体被藏了起来，要么是在鬼出现之前，2人就离开梦界，回到了现实世界。一般来说，只有找齐所有线索后，才会出现生路，而生路可以出现在任何位置，但大部分都与任务中的重要线索有关。就像是我们在梦里推开的那扇铁门。对，你可以将它想象是连接梦界与现实世界的通道。好了，我们现在假设楠姐他们已经成功离开了这里，来想想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吧。可我怎么觉得他们2个是被鬼杀了呢？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你坚持他们已经被鬼杀了，那咱们就等死好了。你说的对，楠姐他们一定是找到了离开的方法。所以下面该我们了。外面的天依旧大亮，但江城知道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等到黑夜再次降临后，这个世界就将进入永夜，而他们也将面临最终的清算。时间不多了，我们分开搜索。樊丽你自己一组，胖子跟着我，动作尽量快，尤其注意钥匙一类的东西。3层的那扇铁门后可能有线索，但我试过，没有钥匙的话，单凭我们手里的工具打不开。这次搜索很快见到了成效，2楼的一个位置出现了之前没有的绳子，而这个绳子的另一端则是储存木柴的小房间。昨天我已经把这扇门的把手用绳子和门旁边的钉子系上了，绳子怎么没了？是这个吗？刚才在房间里的干柴后面找到的。是被匕首一类的工具割断。别晃了，你打不开的。这扇门要是打不开的话，他们是怎么离开的？是时间，只有到了特定的时间，那辆客车才会出现，然后门才可以打开。凌晨3点07分。你也想到了。你们在说什么？什么3点07分？还记得谢于死的时候吗？当时我看过时间，就是3点07分。所以昨晚在书房你是在等手表显示3点07分。对，我之前也是猜测，但当看到了诡异的楠姐，这个猜想就被验证了。一番推测后，几人基本已经确定了开门的时间，所以几人决定在这个小柴房来等待客车的到来。车来了，准备走。几人小心翼翼地打开门，向着客车缓缓走去。各位旅客久等了，现在我们要启程回家了。回家多么诱人的词汇，胖子忍不住就要立刻上车，但有人在身后拉了他一把，就被樊丽抢了先。怎么了？旅客，你不想回家吗？迟了可就回不去了。直到这时，先上车的樊丽也察觉到江城胖子没有跟上来，转过身，眼神疑惑地看着他们，可并没有人注意他，因为在两人面前的郑导脸色正变得越来越难看，眼神也变得怨毒。不对，不对，这是陷阱，郑导也不是人，是鬼。回到别墅，两人来到了3层的铁门门口，而此时门已经打开，门内有一个人影，正是陈小萌。是你。两人跟着陈小萌来到3楼，如暖姐说的一样，是一间暗房，照明的则是2根蜡烛。几米开外的墙上嵌着一扇纯黑色的铁门。我很好奇，你怎么发觉那个是陷阱的？虽然你布置得很真实，
在楼梯上留下了绳子，又勾到了储存室的麻绳，并将它们藏在了木柴后，伪造出了一种你们通过储藏室的后门离开的假象。但我奇怪的是，既然你们已经离开，那么伪装成楠姐的鬼为什么还会出现在你们的卧室？这一点说不通。还有，你们睡觉的主卧室被精心的收拾过，我同样想不出鬼需要这么做的理由。你很聪明，可说了这么多，你还是被我们骗出了别墅，只不过在最后关头没有上那辆车而已。你说的不对。哦，哪里不对？陈小萌显得很玩味，就像是只当江城是个嘴硬的死鸭子。不对有仨。第一，我并没有被你骗出别墅，我是自愿的。别墅后的泥地上保留着车辙印，却唯独没有你们走过留下的鞋印，所以你们根本就没有离开别墅，这是骗局。第二，欺骗我们的只有你，因为楠姐已经死了。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大小的东西放在了桌上。我在主卧室找到的，没记错的话是楠姐衣服上的。我想是我到你们房间门前时，那只鬼刚刚杀死楠姐，楠姐在挣扎过程中这枚纽扣飞了出去，而你在等那只鬼离开后收拾了房间，目的就是防止我们发现楠姐是被鬼杀死的，营造出一种你们已经逃离任务的假象。陈小萌脸上的笑意已经彻底消失不见。那第三点呢？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谁给了你这个其貌不扬、乌短身材、自以为是又呆又笨的蠢女人勇气来算计我？好了，现在我问你答。我答你妹！我劝你好好想一想，这里是一间密室，而且只有我们孤男寡女2个人。如果你不按照我的意思来，可能会发生一些很不友好的事情。你威胁我？那个兄弟，这里不止你一个孤男，还有我。对，这里还有一个胖子，你考虑清楚。陈小萌脸色一点点变白，接着偷偷看了一眼铁门的位置。别想跑，这样的距离，我想逮住你易如反掌。还有不到10分钟门就开了，我不信你会做出什么事。原来还有10分钟呢，根本用不了那么长时间，30秒就够了。你有什么问题？问吧。这扇门你是怎么打开的？昨天你走后，杀了暖姐的那只鬼就将暖姐的尸体拖到了这里，我跟着他进来的。也就是说，我昨天到的时候，楠姐的尸体还在卧室里。是的，就在门后。要是你昨天再往里走几步，那只鬼就会把你的尸体也拖到这里。江城没有理他。楠姐的尸体现在在哪里？陈小萌向门的方向走去，江城立即跟了过去，保持着1米不到的距离。门还没开，我跑不了。别误会，只不过与你距离近一些，我会觉得很幸福。陈小萌被噎了一嘴，索性不再搭理他，走到墙边后，摸索着按下了一个按钮。只见一根倒立的十字架上钉着已经断了气的暖姐。十字架代表上帝，倒立的十字架是魔鬼的象征，看来这家人是魔鬼的信徒。你好像一早就猜到了。所以说，真正的凶手是别墅里的一家人，而那2个男人，之前你不都见过了吗？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真相的？那只鬼杀死了暖姐后，我们之前在墙上找到的相片就忽然清晰了。所以这次的禁忌是伪装，因为鬼生前就是通过伪装将受害人骗入别墅，所以即便是死后变成鬼也延续了这一特性。没错。就在这时，门突然发出了亮光，整个空间也随之震动起来。随着任务结束，门要开了。为什么骗我们？这对你有什么好处？陈小萌明显已经习惯了这种门开后的震颤，已经走到了铁门前。铁门完全打开，门后是一片灰蒙蒙的雾气。没等到回答，陈小萌已经迈入铁门，消失在了门后的雾气中。江澄扭头看了眼身后的胖子，也迈步走入了雾气中。办公桌左侧第3个抽屉里的暗格有2万块，抽屉有锁，钥匙在厨房倒数第2个咖啡杯里。见身后没有任何声音，他顿了顿，继续说道：“钱只有这么多了，如果你要结别的，我建议去楼上，但是没有床，只有个床垫，你得将就一下。”江澄明显感觉到身后手颤动了一下。兄弟，你还是这么爱开玩笑，不过你住的地方挺不错啊。兄弟，是我胖子。你怎么在这？我只是在进入那扇门前想着要是能和兄弟你分在一起就好了，结果我一出来就看到你背对着站在我面前，可能是咱俩有缘吧。少来，你是想让我带你过噩梦结界？兄弟，你是医生了？主治什么的？主治各种不服。之后一阵交谈后，江澄知道了胖子叫王富贵，最近的一份工作是跑长途货车的司机，但因为一些原因已经辞职不干了。
家住在距离荣城颇远的鹅城，这也是第一次进入噩梦世界。那你怎么会穿戴如此整齐，还知道随身携带一把雨伞？这可不是普通人睡觉时的打扮。还不是跟老板因为克扣工资的事大吵了一架，之后就被撵了出去，又没钱住旅馆，只能找了个小公园准备对付到天亮。这没想到也是通过一扇门。没错，那扇门就开在公园的一堵墙上，可我记得那里原来没有门。你可以待到天亮，但天亮后你必须离开。胖子眼巴巴看着江城，但江城却没有丝毫改变的意思。说完后就不再理他，从口袋里拿出那张对折了好多次的纸。报纸上清楚地记载了几名异端信徒所犯的恶行和他们的结局。看来这就是这场噩梦的终局了。医生，等一下，你看这个模糊的人像是不是看着很熟悉？看样子像是樊丽。报纸的日期是2006年6月1日，也就是说这是14年前发生的案子，而樊丽死在了属于过去的时空。所以说每一个梦境都是真实存在过的，而那扇门就是要将我们送回过去，重新体验一下那些人经历过的事情。有可能，但孤立不正，我们目前只经历了一次噩梦，所以现在就得出结论未免太草率了。而且有一点你说的不准确，即便那扇门真的是将我们送回过去，那我们重新体验的也仅仅是曾经的受害者经历的惨案，或者说是另一场噩梦。胖子稍稍思考了一会儿，就知道江城说的对。既然上一个任务中的人称呼他为噩梦结界，那么由此可见，那个世界的恐怖想必每一次都将面临生与死的危机。栾杰与樊丽明显已经过了几次任务，可依旧惨死在了厉鬼的手中。医生，你还记得别墅中鬼出现的地方都有水渍吗？因为作乐的那一家人都是溺水死的，所以他们即便成了鬼，也会保留这一特征。胖子点点头，接着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一样，两只圆滚滚的眼睛盯着江城手里的报纸。医生，你别误会，我就是想知道这报纸你从哪里得来的。陈小萌送我的。医生，我虽然没你聪明，可我也不傻，真要有这东西，他就是烧了也不可能送你的。我开始也不明白，但现在想想他可能患有轻微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也就是常说的人质情节，所以我想。你想什么？我想他可能爱上了我。你怎么不说话？你等我抽根烟冷静冷静。就在江城兴致勃勃地开始吹牛时，肚子不经意地咕噜了一声，胖子顿时如临大赦。饿了吧，我去做饭。医生，这里平时就你一个人住吗？大部分时候是的，并且没有再收留一个人的打算。医生，你别这样，我虽然没有你睿智，又没有你帅，但我做过许多工作，肯定能帮上你的。江城看着桌子上的碗，仿佛真的思考了一下，没有立即回答。医生，你不用马上做出决定，你好好考虑一下，我真的特别好用。这个明天再说，我累了，先睡觉吧。医生，你先去睡吧，我把碗洗了，然后在沙发上对付一宿就行。胖子，你也去楼上睡吧，我一个人怕黑。医生，我不是你想的那么随便的人。医生，辛苦你先坐一会，饭就快好了。江城含糊地应了一声，走到沙发前坐下。昨晚的经历让他隐隐有些头痛，抬起头发，觉凌乱的家里已经被打扫了一番。江医生，你现在在工作室吗？在。那我现在就过去，我就在附近，大概半小时。好。挂断电话，胖子正巧端着锅出来，锅边十分烫，他扯了一些纸巾包裹着锅沿，几根粗粗的手指上微微泛起了红色。嘿嘿，没找到盆一类的东西，就只好先将就一下了。厨房里有抹布。胖子愣了一下，几秒钟后才反应过来，说的是他手指被烫了这件事。当下心中不禁有些感动，泪眼汪汪道：医生，谢。手指不要钱啊，还一次用这么多。胖子，一会我有个客户要过来，所以需要你。我知道了，等收拾完我就走。无论如何，还是要谢谢你，医生，在噩梦中帮了我。这附近有个大超市，里面食材十分齐全，最主要是便宜。胖子不解地皱起眉，就像他一贯看不懂面前这个男人。晚上我要吃炖排骨，因为炖比较费时间，所以需要你快去快回。胖子脸上的不解渐渐被激动取代。放心吧，医生。
根据之前胡燕的妹妹所说来看，胡燕进门的情况跟我和胖子都不同。从她能面对面告知我，就说明他们在梦岛门后没有立即进入到那扇门，而我和胖子都是直接进入。为什么他们能做到这样呢？请进。江医生，疲软还是你女朋友的事？对，我为这事都要愁死了，这不又来找江医生你了吗？两人正聊着，胖子拎着满满几袋子菜回来了。叫做疲软的年轻男人看到胖子后明显愣了一下。我朋友，你随意点就好。你好，我是疲软，很高兴认识你。你好兄弟，虽然我也很同情你年纪轻轻就得了这样的病，但我不是医生，你和我说没有用的。你女朋友现在什么表现？还和以前差不多，就是程度更重了些，时常怀疑我对她不是真心的，在外面有了别人。我知道。之后疲软又开始倒豆子一般的诉起苦来，隶属和女朋友在一起后自己的付出，但却换来的都是对方的不理解。江医生，大体情况就是这样。总而言之，我女朋友就是怀疑我跟她在一起的动机不纯，是另有图谋。好了，我知道了，我会尽快拿出一份适合你女友治疗方案。医生，这人不错啊，虽然有点疲软的小毛病，但对女朋友倒是一片真心。真不知道为什么他女朋友就是认定他动机不纯。你是这么想的？你想说什么，医生？江城示意胖子不要说话，几秒钟后门又被推开。江医生，你瞧我这记性，差点把最重要的事忘了。我女朋友后天80大寿，你一定要来啊！恭喜，我一定到。医生，他不是已经有个过大寿的老婆了吗？是啊，这个是情人，有钱你也可以。我不想努力了，我觉得他的快乐好纯粹。赵桂琴，个人企业家，名下9栋别墅，豪车无算，资产过亿，年方89，要吗？胖子嘴唇抖了抖，似乎想说什么，又不便开口。不满意，这还有刘牛马，包租婆，名下几10套公寓，年方77，也是单身，还没有儿女。医生，我觉得我还年轻，还可以再努力一把。想不到你还挺有理想，没看出来啊。医生，你是怎么有这些人的资料的？他们都是你的病人吗？算是吧。他们都什么病？夜里空虚寂寞冷。所以说刚才那个疲软兄弟的女朋友是你给介绍的？这是我作为医生的本分，见到久违的笑脸荡漾在他们的脸上，我也发自内心的快乐。医生，你老实告诉我，你收了富婆多少回扣？你在做什么？医生，我在你的衣架上发现了一件旗袍。那是我房东的，他是我的老板，这些衣服都是他留在这的，你去别的衣柜里找找，应该还有。你这房东还挺独特啊，把衣服放在一个男人这里。江城明显感觉到胖子这句话带着一丝不明的意义。你是不是疲软的兄弟脾气啊？那么多话，干你的活吧。医生，你说咱们今晚不会还得进到那里吧？应该不会。从上一个噩梦解脱后，我们的体力虽然能完全恢复，但耗费的精神却无法得到恢复。那就好，我还在想今天晚上要不要硬挺着不睡。毫无意义，你最多能挺几个晚上，等到你挺不住睡着的时候，进入噩梦中必死。喝咖啡吗？那麻烦你了，医生。美式、意式、拿铁还是卡布奇诺？给我做一杯卡布奇诺吧。不好意思，上面我说的都没有，只有速溶的。只有速溶？那你让我选什么？因为生活需要仪式感。对了，医生，之前做饭时我在厨房里发现了很多镇痛的药，你吞这些做什么？就是留着用的。对了，刚才的咖啡里我加了安眠药，没放太多，你尝尝咸淡，下次我就有把握了。眼前是一座类似学校的建筑，规模不大，一眼就能看到边。江城眯着眼睛看了眼夕阳，判断出这个时间目前的时间大概在下午4、5点钟的样子。附近暂时没看到其他人，学校的大门也已经关闭。盯了学校方向几眼后，果断转过身，朝着反方向走去。江城走到一间咖啡厅的门口，驻足了几秒钟，接着走了进去。1层和2层基本没有人，直到来到3层，一上来就看到靠在窗边的位置上坐满了人。
大概7、8个。此时他们的视线都集中在江城的脸上。医生，在这里能见到你真好。江城确实没想到在这里能见到胖子，但他只看了胖子一眼后就移开了视线。看来面前这些人就是这次任务的队友了，人数不少啊，算我在内居然达到了8个人。你好，你真的很厉害，能自己找到这来。确实，江城并不是随意选择的这间咖啡厅，这附近的建筑大多低矮。如果任务地点是学校的话，只有这里视野最佳，能很清晰地看到对面学校的情况。这次的任务地点是这间学校？应该是的，我刚才已经和这里的服务生打听过了，这不是一间普通的学校，而是一间艺术院校。正当西装男人还想再说些什么的时候，耳边突然传来剧烈的咆哮声。这里是哪里？你们又是谁？我要报警。该说的我们都已经和你说过了，至于能不能接受就是你的问题了。我不是你爸爸，所以没义务管你的死活。我要报警，告你们非法拘禁。中年男人应该已经意识到了这个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不同，但只是发自内心的抗拒这一事实，否则他大可以选择离开，而不是留在这里。这次公认的新人有3个，除了穿着背心的中年男人外，还有一男一女。女人脸色煞白，一副随时可能昏过去的模样。男的比女人稍好一些，但据胖子后来说，男人刚出场时比中年男人还不如，不但情绪激动地质问在场所有人，更是当众掀翻了咖啡店里的桌子。好了，既然人已经到齐了，那我们就去学校看看吧。学校一定是任务地点吗？不一定，但试一试总不会有危险。我们都知道，只有抵达真正的任务地点后，才会遇到那些东西。也就是说，除了我和那个西装男，剩下的人都是在咖啡馆出生的。尤其你还直接站在了3层的桌子上。医生，你要非这么说，我也不和你争，但请你不要用出生这样的词汇，我觉得用降临比较神圣。各位，你们应该就是本校请来的拍摄学校周年庆典的摄影组了吧？对的。既然都到齐了，就跟我进来吧。这就是你们住宿的地方，你们公司的人已经提前1天将设备送过来了，现在就在我们的器械室放着，你们不用担心。我们可以去器械室看看吗？不能，绝对不可以。我们只是问一问，毕竟设备比较娇贵，一旦出现保存或是搬取不当的情况，会给我们接下来的拍摄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你们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是今天太晚了，器材室的老师应该下班了。原来是这样，那就等方便的时候吧。医生，你是不是也觉得这个人不像是个好东西？是不是好东西我不知道，但总归不简单。所以说，我们需不需要小心提防他？自从上了本过后，胖子明白了任务中的危险绝不仅仅只来源于凶残的鬼怪，任务中的队友有时也不可信。平常对待就好，任务一开始就暴露出与众不同的人，最多只算不简单，却谈不上可。真正的危险往往都藏在你最想不到的地方，就像毒蛇，一击致命。这是给你们准备的宿舍钥匙，要吃饭就去食堂，你们有职工塔、生食堂或是职工食堂都可以吃，但最好避开用餐高峰期。这里没办法住人吧？太破了还这么脏。有的住就不错了，哪那么多挑3拣4的。你们放心吧，外面虽然看着破旧，但你们住的屋子里我们已经收拾过了，住人没有问题。另外庆典在7天后开始，你们提前做准备。虽然女人这么说，但众人都没回话，他们都感觉到了眼前这里并没有女人说的那么简单。走进宿舍楼，众人已经观察过1楼宿舍间的情况，是双人间。众人也愣过，没想到女人居然露出了一抹让人琢磨不透的笑容。今天你们先将就一下，说不定明天就够了。还有，不管你们白天做什么，天一黑就要立即回到自己的房间。说完转身就走了。其中穿着背心男人想追上去再问几句，可女人如同鬼魅一般，看起来不速不快，却一转弯就不见了踪影。他去哪了？快崩溃的男人颤抖地问着，可完全想不通一个大活人怎么一转眼就消失了。好奇就追上去问问，说不定他会带着你一起。被怼了一句的男人能明显地感觉到大家对他的不满，于是不再说话，老老实实地跟在大家身后。越向里面走，那股阴森诡异的氛围始终围绕着众人左右，就像是冥冥中有一双猩红色的眼睛布满血丝，在死死盯着他们。这里看着好阴森，不会发生过什么不好的事情吧？
依我看，肯定是发生了不好的事，不然也不会废弃。这里可能发生过什么？可能死过人。西装兄弟，什么事？我觉得你真是个好人，能和你组队，我觉得我们所有人的生存几率都会提升不少。你不但阳光，还十分乐于助人。嗷，在你心目中我是这样的吗？这没什么，既然大家相遇就是缘分，我会竭尽所能的带大家安全离开这里。医生夸人，感觉他没憋好屁啊。说得好，你们几个西装兄弟都表态了，你们还不赶紧到西装兄弟身边？他会保护你们的，他是我们所有人的守护神。这剧情我特么好像在哪见过。几乎一瞬间，几个人直接涌到了西装男人身侧。好了，我要拿钥匙，你们几个让开一下。既然大家这么相信我，下面就由我分一下房间。西装男很快分完了405、406、407的钥匙，然后走到胖子和江城身边。这位兄弟，我看你和身边的胖兄弟之前就认识吧？你们就住在404房间好了。404听着就不吉利，毫无疑问，这是西装男人的报复。那个，好，都听守护神的。西装男人被噎得脸都绿了，但又不得不装出一副我是一个好人的样子。能看得出来，大部分人对分配到的房间不满意，但天已经快黑了，所以大家即便再不满意，也只能回到房间。进入房间，里面非常整齐，窗户开着，窗下还摆着一盆叫不出名字的花，花呈淡紫色，透露出一股莫名哀伤的情调。医生，你说被卷入噩梦中的我们，像不像身处乱世中的一朵浮萍，飘摇不定，不知在哪里扎根，过着有一天没一天的日子？或许下一秒死亡就会降临。或许吧，但至少有你在身边陪着我。医生，没想到我们才认识几天，感情已经升华到了如此地步。胖子，你好好想一想，如果你都能活着，那么当时所面临的危险能要我的命吗？我一定是会死在你后面的。你放心，如果真有那一天，我会尽力把你的骨灰带出去，埋在我办公室的花盆里。医生打小就没人教你怎么说话吧？房间内江城已经认真检查过了一遍，除了一个很小很小的柜子上了锁，怎么也打不开完，暂时还没发现可疑的地方。姐姐，你觉不觉得这里很冷？你不冷吗？如果你只是想没事找些话题，让我陪你说话，以此来缓解你的恐惧的话，我劝你就不要白费心思了，那没意义，只会徒劳地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转身，把窗帘拉上，动作轻点，要是把窗帘扯下来，还不知道会惹出什么麻烦。会有什么麻烦？旗袍女没有搭理他的话，躺在了床上，被子盖到下巴处。医生，有床不睡，你为什么要打地铺？习惯了。对了，医生，你为什么要针对那个西服男人，平白无故的为自己树立了一个不简单的敌人？是他先耍的花样。你说什么，医生？他在接过女人递过来的4把钥匙后，将钥匙收进了口袋，然后他的手就一直插在口袋里，不知道在做些什么。与此同时，他还在不停说话，试图分散我们的注意力。难道他对钥匙做了什么？暂时还不清楚，我刚才检查过钥匙，没发现什么奇怪的地方。所以说，医生，你让那几个新人过去，就是为了打断他的小动作。江城没理他，而是转了他身。我先眯一会，1个小时后记得叫醒我。好的。这段时间有什么奇怪的事发生吗？没有，医生你就放心吧，我就是发现一只蟑螂都会叫醒你的，你也应该知道，我警惕性特别高。江城点点头，先是走到门的位置，隔着门听着走廊里的动静，之后他又回到床边，听了一会儿隔壁的动静。医生，他们应该都睡着了，这附近安静得很。你这是做什么？江城没有回答，依旧在重复着剐蹭的动作。渐渐的，隔壁开始有声音发出，一种轻微的慌乱声。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你听没听到一阵奇怪的声音？奇怪的声音？没有啊，我刚睡着，这附近很安静啊。没有，你房间里的那个胖子呢？
我在这守护神，你找我什么事？你听没听到一阵很奇怪的声音，就像是勺子一类东西的剐蹭声？勺子？没有啊，我一直都没睡，什么也没听见。听到二人的回答，其余几人的脸上都露出大松一口气的表情。只有405房间的人听到了奇怪的声音，那么是不是就说明他们会最先遇到那些东西？我们要回去了。406的剑词刚下，也不再停留，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只剩下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的西服男和帽子男。难道听到古怪的摩擦声就是触发厉鬼杀人的条件？我的天啊，太可怕了吧！胖子，你真的没有听见吗？好兄弟，我真的没有。那太好了，我们就不用死了。先回去，这里看着不大对劲。那声音会不会是404那2个家伙搞的鬼？应该不会，刚进到这里，目前还不清楚触发厉鬼的条件，我不相信他们敢做出这样的事情。所以那阵摩擦声确实不是玩家弄出来的，而是……目前来看并没有发生什么，所以别自己吓自己，免得自乱阵脚。我们的房间理论上处于最安全的位置，左右都有人，而隔壁的404房间听名字就不紧，很可能曾经发生过凶案，所以无论他们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能掌握第一手信息，只要确保我们不是第一个去的人就行。鸭舌帽闻言像是想到了什么，我们得小心一点，那个404中的瘦子好像在有意的针对你。我会留意的，然后找个机会将他永远留在这里。医生，你说今晚会死人吗？我觉得应该不会。你还说今天晚上我们不会进入到噩梦中呢，结果我们还不是进来了。就你话多，早点休息吧，咱俩轮班守夜。那个，能问一下你的名字吗？于文。于小姐你好，鄙人周太福，家里是做珠宝生意的。说下去，我能看出于小姐不是普通人，应对目前的状况也应该比较有经验，所以你想让我保护你，然后等出去了再付给我一笔不菲的保护费，是这样吗，周先生？没错，于小姐，只要你能保护我活着出去，那么报酬方面不成问题，一定让你满意。一定让我满意。于文摸了摸下巴，仿佛真的在认真思量。那个于小姐，希望你也帮帮我，如果能活着离开这里，我可以付出我所有的一切。听到这话，名叫于文的女人笑了起来。你们觉得噩梦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意义。接着于文就自顾自地说起了一些不着边的话。于小姐，你究竟想说什么？哼哼，我想说的是想在这里活下去，只能靠自己，我是不会帮你们的。旗袍姐姐，那声音还在，好像就距离我们隔着一面墙。旗袍女的脸上已经不再平静。就在10几分钟前，这个新人忽然说自己听到了一阵古怪的摩擦声。难道是那东西转移了目标？应该不会啊，如果那东西真的盯上了405的人，通常情况下是不会变更目标的。现在407房间是没法再待了，那东西已经盯上了这里，而极大概率这个新人就会是第一个受害者。小妹妹，现在你还能听到那阵摩擦声吗？但没有刚才那么明显了，那声音好像一直在动，现在就在你头顶。怎么会这样？难道一开始的判断有误？听到摩擦声并非是鬼会杀人的前兆，而没听到的人才会是目标。想到这，旗袍女已经完全坐不住了，站起身向门外走去。姐姐，你要去哪里？我去问问其他人发现什么异常没有。你放心，姐姐问清楚马上就回来。那姐姐你快去快回，我一个人害怕。旗袍女随意应付了他后，缓缓推开了门。走廊里十分安静，旗袍女没发觉异常后，走出房门，接着又反身迅速掩上了门，并将407的房门留了条小缝。死道友不死贫道，为了活下去就只好拿你垫背了。旗袍女缓缓向着404房间走去。没错，她的目标就是404房间，这是她思虑变现的结果。很快，他就来到了404房间附近。就在他思考应该怎样骗江城他们开门时，他突然意识到了一件不对劲的事。等等，现在是深夜，走廊内的灯又早就熄灭了，我是怎么看清东西的？
407，怎么可能是407？我明明刚刚从407出来。他飞快地回头看，背后的一切都笼罩在黑暗中，像是蒙上了一层无法逾越的雾。消失了，果然，没听到摩擦声的人才是鬼的目标。还没到最后一刻，还有机会。当务之急是判断出那究竟是不是真正的407房间，这兴许是我现在唯一的出路。想通了这一点后，他立即向407奔去。随着他的移动，他身后原本被光亮辐射的地方也都纷纷被黑暗吞噬。来到了407房间门口，旗袍女敲响了407的门，却没有立即推门进去。谁在敲门？是我，快开门！说完这些话后，他又飞快地回头瞥了一眼，身后的黑暗距离自己越来越近，看这样用不了多久就会到自己附近。快点，给我开门！门里面的女人像是被这样的态度吓坏了，居然哭了起来。你究竟是谁？是不是鬼？求你了，别杀我！真是我，我是刚离开的旗袍姐姐，请你相信我。下面我就要进去了。里面依旧是哭声，竭力压制住的那种哭，太真实了，真实的都不像是假的。门没关，你都进不来，你是不是鬼？于是门外的旗袍女一边说着话，一边慢慢向后退，最后转身就跑。诡异的是，就在他跑开的一瞬间，门里的哭泣声突然就消失了，那只因为虚掩着的门锁留下的光缝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阵噔噔噔的声响，就如同什么东西四肢并用的从那扇伪装成407的门里爬了出来。救我！别关门！快关门，有鬼！一边去！快点进来！谢谢你。说说吧，你都遇见了什么？你现在很安全，所以我需要你尽可能详细。这种情况还敢开门救我，看来也是个蠢蛋。接下来，旗袍女就对着两人描述起刚才发生的事。你说听到诡异摩擦声不是鬼杀人的前兆，没听到的人才是。我想应该是的。那就奇怪了。你想到了什么？我在想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难道弄出声音只是为了吓唬人？江澄提出的问题确实引起了旗袍女的兴趣，她习惯性地挽了下自己的头发，然后下意识地朝门的方向靠近。可就在下一秒，她仿佛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瞳孔狠狠一缩，一股冰冷的气息瞬间爬上了她的脊背。门明明是从内向外推开的，可刚才的门明明是朝里开的，门的方向也不对。旗袍女越想越害怕，而此时一旁的江澄和胖子也变得诡异起来。你怎么不说话？你为什么不说话？你说话呀！为什么不说话？旗袍女终究是撑不住了，她疯了一样想将门拉倒，可门却像是被焊死在了墙上一样，纹丝不动。就在身后的声音越来越近的时候，她尖叫着回头看，这时原本干净整洁的宿舍完全变了一番模样，江澄和胖子的身影消失了。正当旗袍女从惊恐的表情转变为疑惑时，她听到了一阵奇怪的声音，就在医生，走，出去看看。不远处407的对面房间隐隐有鲜血从房间里溢出，猩红的刺眼。旗袍女不见了！操！别他妈叫了，烦死了！一声脆响过后，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新人女被打懵了，这一次再没有人帮助她，甚至连一句安慰都没有。门半开着，观察不清啊！江澄走进了房间内，然后低头注视着房间一角，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甜腥味道，与淡淡的陈腐气息混合的怪异味道。
不由自主的让江城恍惚着后退了一步。怎么了？你们怎么了？没什么，就是觉得你挺奇怪的。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没有，真没有。没有，现在我需要一个人过来，帮我把他的尸体翻过来看一看，或许会找到一些线索。你们谁来？守护神先生，还请你帮帮忙。不，对，就是你。事已至此，西服男人思考了几秒钟，还是答应了。他的舌头也不见了。他死了。没有人理他。噩梦中死人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他们需要做的就是推断出此次任务的禁忌是什么，随后小心避开。应该是被人瞬间扭断，扯掉了他的下巴。虽然他说的是人，可所有人都清楚，这无疑是鬼做的，是这个任务中的鬼杀了他。这种程度的力量以及速度，除了鬼之外，很难找到其他的解释。我们不用处理一下他的尸体吗？没有必要，梦界里死人之后会自己消失。先别说这些了，本次我们的目的是受邀拍摄学院的周年庆典，时间在7天后，算算现在还剩下6天，时间紧迫，还是尽快开始探寻一下生路吧。对，既然在这个任务中的身份是来拍摄的摄影师，那么就应该多走一走，线索很可能藏在某处不起眼的位置。还有，别忘了，我们的摄影机还在器材室。那我们就先散开行动，然后中午的时候在器材室门前汇合。众人默认了这个建议，纷纷散开去寻找线索。江哲与胖子转身向楼梯走去。跟着我们也没有什么用，白天相对安全。如果我是你，就该好好考虑一下晚上该怎么度过。医生，你是发觉了什么吗？先吃饭，吃完饭再说。医生，青春的感觉真好，来到这里我有种回到学生时代的感觉。你只是单纯喜欢偷窥美女，和你惨死的青春有什么关系？医生，他们不吃饭的吗？昨天晚上可也没吃饭。昨天领路女人带我们来的路上有超市，他们应该是去超市买速食食品了。那里相对来说接触的人流量低，风险也小一些。我操了，真狡猾。2个点：第一，我不是被他们算计来的，我找到的情报也不可能无条件与他们分享。第二，别动不动就埋怨别人狡猾。说这句话之前，先问问自己为什么那么蠢。医生，我们吃点什么？我都饿死了。这是不是太多了？早餐吃这么多不大好消化吧？我最近长身体，得多吃一点。你特么10年前就终止发育了，好伐？我这是2次发育，着重强化了身体的某一方面机能。医生，你可快闭嘴吧。医生，说实话，你觉得那个旗袍女是因为什么死的？你也觉得古怪？对，按理说她不是新人，应该知道夜里在外面不安全，尤其还是一个人。